比特币跌回矿工成本价了吗？市场上的资金还充足吗？长期存放的比特币被卖出了吗？比特币的网络活跃度下降，代表散户离场了吗？以太坊目前是通膨资产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比特币在日线级别的 Hash Ribbon 哈希纽带上面已经出现了投降的信号了。当我们出现浅绿色的点点，就代表比特币的矿工已经投降了，有部分的矿机、有部分的矿工呢，已经降低了算力，也就是把部分的矿机给关机。那他们既然持有矿机，都有折旧的成本，会关机就代表矿机所产出的比特币呢，已经不足以支付电费还有折旧的成本哦。那如果说比特币的盘面呢，并没有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是并不会触发矿工投降并且关机的机制的。当比特币下跌到矿工开始投降，算力开始降低的时候，就代表比特币此时的价位呢，已经跌到了部分矿机的成本价了。那当比特币跌到成本价的时候，往往会是不错的底部，而且这个指标呢，在过往给我们非常多帮助。我们可以观察这个指标在熊市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任何买入的信号哦。其实很多指标呢，它即使有在底部出现买入的信号，但是你可以往回检查如果它在下跌的过程一直产生买入的信号，那么这个指标其实也不可信哦。它只是在下跌的时候一直告诉你要买入而已。但一个好的指标呢，它只会在下跌的时候接近尾声的时候才会告诉你要买入哦。那么 Hash Ribbon 就是一个这样的指标，你可以观察它第一次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大约是在比特币2万左右的位置。那我们从长期来看呢，2万左右它也是非常不错的底部。如果你在2万的均价购买比特币的话，你到现在可以产生出非常不错的回报。你可以观察呢，在过往我们很难去评估比特币目前的价格这和股价有很大的不同。股票的话，至少有 EPS， 我们可以做评估，但是比特币的话，我们很难评估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在什么位置是合理的。那矿工的成本呢，就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参考标准。如果我们过去观察矿工的成本，如果来到矿工的成本附近呢，我们都形成了不错的底部。比如说当时在2万左右的位置，当时我们在1万5左右的位置，那我们产生了浅绿色的点点就代表我们开始投降了，也就是矿机呢开始关机，哈希算力有所下降。那我们出现深绿色点点，就代表矿工已经开始复苏了，算力开始上升，矿工又重新开机了，比特币的价格有所上涨那蓝色的点点呢，就是买入信号了。如果说算力的上升再搭配均线的向上拐头呢，我们就会出现蓝色的信号你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整理过往的数据我们大约在复苏期去买入比特币的话，会是很不错的时间。那如果我们从投降期就一直分批买，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过往出现底部的位置，我们长期来看呢，它真的都非常不错我们在2万有，1万5有，然后2万5的位置呢，我们又有出现后面在5万左右的位置，4万9到5万5左右又有出现那现在呢，此时也出现所以我相信长期来看呢，此处也会是非常不错买入加仓现货的时机点也非常有机会形成阶段性的底部。我们还可以观察呢，目前矿工的数据。图表当中呢，显示矿工的利润如果说我们在考虑比特币价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拿矿工的成本来作为评估，我们至少有一定的评判标准如果说此时矿工赚很多的话，那么通常会是比特币的阶段性顶部。如果矿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亏损，那此时如果我们购买比特币的话，就会产生不错的利润你可以观察呢，我们之前在7万4还有10万左右的位置，比特币的矿工都产生了巨额的利润。那我们此时如果考虑买入比特币的话，那通常就会买贵了，买高了。如果说矿工产生亏损的时候，也就是出现紫色色块的时候，我们回头看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位置。像我们过去呢，我们在5、6万左右5万多6万不到，我们出现了非常多次矿工产生亏损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呢也有出现矿工亏损的状况了，所以此处也非常有可能是不错的加仓时机点。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仓位的比特币和以太坊，你可以拿去开仓，
那赚钱你可以直接提币走，提到你的冷钱包里完全是没问题的。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目前 ETF 的流入数据，最近的流入数据呢很惨淡，和我们之前产生多头走势所产生的数据完全不同。紫色线、橘色线表示比特币的价格走势。你可以观察呢，过去我们产生比特币的多头趋势上涨，我们都是伴随着 ETF 有巨量而且连续的流入。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当时在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是有产生连续巨量的流入的。不过我们到了最近呢，我们时不时就产生流出，而且有流入，量能也都不大，流入的量能呢也在递减。这是我们在过去产生多头趋势、多头行情的时候，从来不会看到的状况啊。那我也会认为，以目前第一季度已经走到了中间，我们 ETF 的流入还没有表现，我们在价格上面呢，也还在震荡盘整。我认为第一季度的机会是已经消失了。我认为最快我们都要等到第二季度，我们才会有机会出现多头趋势的行情。我们再观察一下目前市场上面的资金，你可以观察到呢，我们在上一轮牛市末尾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我们越往牛市的后面2021年的底部2022年的年初，我们从市场上面流出的资金呢就越来越多。我们一进入了2021年呢，我们就开始有大额的资金流出以 USDT 的方式流出市场也就是 USDT 呢被拿到泰达公司去赎回成美金，这些 USDT 就会转移到没有人知道私钥的地址进行燃烧销毁。那一旦市场上面的资金被抽离，牛市就无法继续运行下去你可以观察，我们一进入2021年就开始有巨额的 USDT 被市场上面抽出，并且拿去燃烧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这个状况就越演越烈到了年尾呢，我们有非常多笔巨额的 USDT 每一笔呢都在几十亿美金在10几亿美金到20几亿美金之间呢被抽出市场。那当市场上面有巨额的资金被抽出的时候，市场上面的增长就难以维系下去，那牛市呢也就顺势结束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市场上面虽然说已经出现的资金有抽离的状况我们已经有出现了3笔10几亿美金甚至20几亿美金的 USDT 被从市场上面抽离，并且燃烧，从市场上面以 USDT 的形式出金，但是目前并没有出现的很密集，数额也并不到很多和我们当时在2021年年底所看到的状况呢是有所不同的。而且我们在这轮牛市呢 USDT 流入的量又更多了，所以我相信在牛市的尾端，我们会看到有更多比2021年底部有更多的资金从市场上面抽离，那我们的牛市呢才会慢慢达到终点像我们在熊市中期的时候，市场上面产生的巨额的下跌，那就会有非常多投资人呢就把 USDT 抽离市场拿到泰达公司里面去出金成美金。你可以观察到当时我们产生下跌的时候，有非常多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 USDT 被抽离市场。那市场的资金被抽离之后呢，我们又更进行了快速的下跌我们加速的下跌大约就在2022年的年中以后。我们还可以观察呢，长期存放的比特币，也就是聪明资金，持有比特币可以持有7年到10年以上的地址呢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因为他们可以持有比特币7年到10年，他们一定做了很详细缜密的交易计划，而且他们非常有耐心这7到10年之间，比特币会有非常大的价格波动，那他们都可以坚定的持有那这些人呢，也就是会在比特币市场上面获利的人。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跟随他们的行为，那我们也很有机会吃到市场的红利。你可以观察呢，我们在2017年的尾声有长期存放的比特币，大量长期存放的比特币被移动，那通常被移动也就是被转移卖出。你可以观察到了2017年越接近底部，越接近牛市顶峰的时候，就有越来越多长期存放的比特币被移动卖出。那到了最顶峰的时候呢，卖出的比特币，移动的比特币是最多的那可见7到10年持有的比特币呢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到了2021年的时候，一样在牛市顶峰的时候，大概在4万到5万多附近，有非常多
持有7到10年的比特币被移动并且卖出。那我们目前这轮牛市呢，虽说是有部分的移动，但我们在2021还有2017牛市顶峰所看到巨额的移动，我们目前是还没有看到的。那可见我们这轮牛市呢，由于长期存放的比特币卖出的还是有限，那可见这些长期存放比特币的持有人，他们就判断我们未来这轮牛市呢是还有时间要走的。我们再观察一下目前比特币网络的活跃度，你可以想象如果市场上面有很多人，那么比特币网络的活跃度就会很高。你是比特币的持有者，你有参与比特币，那么你才有可能在比特币的网络上面做转账。如果说呢，比特币网络的活跃度正在增长，那就代表市场在成长，加入的人、加入的地址正在变多。那如果呢，我们在牛市当中出现了网络活跃度大幅回撤的状况，那就表示市场上面的参与者呢正在离开这个市场。当市场上面的参与者在离开这个市场，市场上面的人在变少的时候，那么通常会形成非常不错的底部。你可以观察我们在上一轮牛市曾经出现50-60% 的调整也就是519的下跌。当时市场上面有非常多散户、非常多新参与者都被吓跑，都逃离了市场。那比特币网络的活跃度就出现了雪崩式的下跌下跌的幅度来到28个百分点，甚至跌破了这条比较平滑的年均线。那当时呢，就形成了非常不错的阶段性低点你可以观察，目前比特币的网络活跃度呢，也产生了很猛烈的回撤有来到10几个百分点，也跌破了比较平滑的这条年指数均线。也就是市场上面呢，有非常多新参与者离开了市场，市场上面的人变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去买入，考虑去加仓。当然不一定要是比特币才会是比较好的选择。你也可以观察呢，我们在过去几个不错的底部，几个比较深的回调，比较长的震荡呢，都让很多人离开了市场，逃离了市场，吓跑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不错的低点比如说我们当时在25000左右呢，震荡了很久，比特币的活跃度已经下跌了21个百分点那当时就形成了我们大段趋势的起涨点。我们在38000的时候呢，由于比特币产生了巨额的回落，比特币的网络活跃度呢也产生了猛烈的下跌，那当时就产生了很不错的起涨点所以此处我们非常值得观察不过我们在熊市的时候，比特币网络的活跃度意义就不大因为市场上面的人呢不断的在离场。最后我们来观察一下目前以太坊的生态。以太坊在以太坊 2.0 发出之后呢，以太坊的燃烧量就非常巨大都是稳定的大于发行量的。也就是以太坊在 2.0 发出之后呢，以太坊就是一个通缩的资产。以太坊的总量呢不断的在减少由于燃烧量很大，但发行量一定但都比燃烧量要来得更小那么比特币就是在减少的，就是一个通缩的资产那么比特币的价格呢就会有不错的增长不过坎昆升级之后呢，这个状况就完全被改变坎昆升级过后，以太坊的燃烧量呢大幅的下降虽说坎昆升级它对于以太坊整体的生态是比较好的。以太坊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的 gas fee 太高。那么坎昆升级过后呢，有助于以太坊整体环境的升级，但是对于币价的走势呢，就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以太坊的燃烧量下降过后，各位可以看到图中的折线图就是以太坊的燃烧量在坎昆升级过后呢，陡然的下降而且目前呢，发行量都是要稳定的大于燃烧量的，也就是以太坊的总量呢，都会在持续的增加。那目前以太坊就是一个通膨总量持续增加的资产，虽说是有利于生态的，但是对价格的走势呢，就会有负面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山寨币和比特币之间的相关性吧。在过往呢，比特币和山寨币之间有非常高的相关性我们在2024年的1月之前呢，过去的几乎每个时间点每一种山寨币都和比特币有很高的相关性。过去比特币在做大幅的价格波动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价格波动那么山寨币和比特币，每一种山寨币和比特币都呈现了高度的相关
你可以观察那再更往前呢，更是这个样子其实从2017往后基本上都呈现这个态势。不过我们在2024年的1月过后呢，这个状况就完全被改变了。目前有些山寨币和比特币呈现中高相关程度，那这一些币呢，大多是 Layer 1的公链币。不过这些公链它们的涨幅和比特币还是有很大一段的区别即使有比较高的相关性，那么有些币种呢和比特币的相关性已经是中低相关它的相关性呢其实已经很弱了。那甚至产生了很多币种，它的走势和比特币的相关性几乎可以说是无关通常我们在研究相关系数的时候，如果在 0.3 以下我们通常就会把它称之为无关。那中低度相关呢，大概在 0.4 一直到 0.7 左右除非是 0.7 以上，我们才会把它称为高相关也就是比特币和山寨币呢是完全脱钩了。我们做数据统计呢，可以看到这个状况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2024年的1月这个时间点呢，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们通过了比特币的现货 ETF， 比特币的现货 ETF 通过之后，传统金融认可的比特币，传统金融在比特币上面的影响性呢，就与日俱增那传统金融对于比特币和山寨币的态度呢，认可的程度有完全的不同资金的流入管道也不同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大量的囤积比特币，却鲜少有看到机构去囤积以太坊或山寨币那么如果这个状况没有做改善的话，比特币和山寨币的相关性呢，就只会越差越多，就会完全脱钩。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